胖兄弟，你说你好不样的，怎么能把军队的辎重给烧了呢？你说，那是我想烧啊，我就没想接，还不是地方官强压给我的。这火应该是他们自己烧的。我把整件事情串起来想，这可能是个连环计。他们先烧了王爷辎重，逼康家卖产业，然后再把大家都抓起来，一步步走到现在。就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，他们还是会继续压榨，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闯王宝藏。天底下的人怎么那么爱说妄语啊？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不管我们认不认，只要他们觉得我们有，那就是有罪。我在想，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应该找王爷谈一谈，各自退让一步。哎呀，小孩子说大话，他哪里肯退让一步啊？啊，在官府眼里，我们不过蝼蚁一般。那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闯王宝藏，估计连这馊饭都吃不上。这话倒也有道理。不知诸位，现在手头上真的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吗？哎呦，都说了没有，票号里的钱都是储户的，我们自己的都在货上。没有，没有也不能等着让他们把我们逼死，对吧？哎，那你说说，这局怎么破？我在想啊，他李万堂家资再大，归根结底跟我们一样是个商人。他做这么多事情，无非是想把整个山西票号的控制权攥在自己手中。我们可以这么做，先去王爷那儿打个欠条，假装我们认下这笔账，按照他指定的日子把银子运过去。王爷嘛，又不是地方官员，随时要出征打仗的。2400万两银子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花完的。只要他给我们一个腾挪的时间，我们转过头来全力以赴就可以对付李万堂，把李万堂逼出山西。我相信没有王爷做他的后台，他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能耐。不行，我们八家认账容易，那李万堂又不是小孩子，他有的是方法。他把打条的这个事儿公布出去，说咱们八家票号欠朝廷多少多少银子，那一夜之间信用就坏了。储户肯定生怕我们把他们存的款拿去填朝廷的无底洞，挤兑起来，如何得了？谁说做生意一定要用现银？啊？兄弟，你馊饭吃多了吧？脑浆子都馊了。大奶奶，我们现在都身无分文，但是我想和你做一个10万两的生意，可不可以啊？就好比说吧，你手上这个碗，它就价值10万两，我想要。但是我所有的钱都存在孙掌柜那里，我该如何做？孙掌柜，取10万两给我。我没银子呀。就算有银子，我带在路上也多有不便。我看你这块玉佩不错啊，能不能给我当个信物？这好办。大奶奶，孙掌柜说了，你只要看到此信物，就能知道10万两银子已经入了你的账了。凭此信物，我可不可以现在把这个碗给拿走了？这是之前说好了的吗？在真正做交易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张契约，这样八家就可以空对空的出账入账，完全不需要现银子倒来倒去。如果真的遇到挤兑了，八家合一家，应付起来应该绰绰有余；而八家分开，各自凭借其信用为对方做担保，往来账目需要留下证据，方便年底核算。只要这个生意是在八家之内，一张字条
就可抵得上100万金银。您觉得这个法子如何？那万一有一家违反规定怎么办？万一有一家被挤兑，其他人不知情，头寸调度不灵怎么办？还有啊，万一8家同时遭到挤兑怎么办？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总柜，每天确认头寸，并对外宣称8家联盟。这样即使挤兑起来，也不至于遍地开花。可能有1家2家受难，但应付起来应该不至于太过困难。好，真的是好。如果早想到这个主意的话，这李百万休想在山西立足，而且也不会被外人钻了空子。那这个总柜谁来当啊？让我试试怎么样？哎呀，反正是做戏的，只是为了应付眼下的困难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觉得我是自己人的话，这几天一锅里吃馊饭的，你当然是自己人了，是我们8家之内的人。我看让他进来，也不是坏事啊。好，这个总归你来当。休要给我花言巧语，我马上就要带兵上阵，听不得啰嗦。说，王爷，您可知道2400万两现银子需要装多少车？需要上百辆大车，上百名的大汉，沿途还要经过那么多州城府县，还请王爷明示，那旗头上该写什么呀？什么旗头？那么多现银子用银车押出去，那旗头上得写明了用于何处啊？是王爷的军饷，还是供奉王爷家眷用的？我们河东8家已经商议过了，这一次就算是砸锅卖铁，豁出性命，也得把这银子凑齐了。王爷干的可是刀头嗜血、为国卖命的差事，如果我们还在乎那点银子，那也太不识抬举了。早就这么说嘛，何必受这份罪？你们写张欠条给李百万，让他来，这老家伙会办事。哎呀，不可啊，王爷，不可。我们刚才还在商量呢，这钱我们可以给，但是这好处不能让他李百万给得着了。这天下的银子都长一个样，怎么，他李百万的银子比我们好看点吗？就好像王爷，您带兵打仗吃尽了辛苦，要是最后功劳归了别人，您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再说了，河东8家乃是100年巨族啊，从省城到京师，他们哪一家都有交好的御史堂官呢？王爷一味的欺压下去，只怕好事变坏事了。其实我们想要给的，不止2400万两，我们想要给的更多。他李万堂请您过来压榨我们，花了多少钱，我们一样奉上。真是尖牙利齿！我一个堂堂带兵打仗的王爷，是来跟你做买卖的吗？还请王爷您给条活路吧。说说你们的主意吧。是。王爷既然在黄河两岸用兵，那这笔钱呢，就算是河东8家给王爷军队的军饷。但是这笔钱确实太多了，银车一推出来，势必闹得沸沸扬扬。那些言官参上几本，倒不怕什么，毕竟王爷功高盖世嘛。怕就怕，那有些人伸出手来也想分一份儿，那可就没意思了。所以我想着呢，把这些现银子运到京师，兑换4大行的银票出来，方便又好拿。到时候王爷自己往怀里一揣，岂不更好吗？哼，好，那拿来吧。要多久？把现银子装车运到京师，再兑成银票，最后落到您的手里，2月为期吧。这已经是日夜兼程了。王爷，请您过目啊，这是河东8家的签字，上面盖着私印，捐赠2400万两成身王，凭此纸交付。王爷拿到银票之后，把这条子还了便是。这我可做不得称，这薄薄的一张纸就值2400万两银子。
就凭他，我把你们放了。你当我是小孩啊？哎呀，王爷，您别小看这薄薄的一张纸啊，他李百万拿得出来吗？河东八家兴盛300多年了，论实力，论信誉，怎么也比他李百万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吧。除非王爷是诚心要弄死我们，那我无话可说，回去引颈带路便是。谅你们也跑不了，2个月以后见不到银票，我带兵抄了你们的狗窝子，滚！是。别管我，你哭你的。我不管你，你是鬼啊！我还没鬼好呢，鬼还能投胎，还有个盼头。我能盼什么？喝晚了，别哭了。来，我送你回去。哎，你没偷听我跟爹说话吧？没有啊，你们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他就夸你来着。哎，四爷不怪我连累他，就阿弥陀佛了，不奢望他能夸我。你以后别总说你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好像活不下去了这样。若真有慈祥，当初为什么要从宁古塔逃出来啊？你会好好活着的，你，还有我爹，你们都是好人。我也时常在想，要是你们不去宁古塔，我要不那么多事儿，你的日子兴许能好过一些。陆大哥，其实我心里明白的，你要听吗？听。我真心实意的不后悔去宁古塔，不后悔遇见你，也真心实意的盼着你跟我爹能早点脱困，让全天下害你们的人都滚开，让你早点回到家中见到亲人，完成婚约，一辈子平安顺遂。至于我自己，我也会好好活着的，哪怕跟着我爹继续浪荡江湖，我这一生认识过你就足够了。生死之际，不为救困，这是我们江湖道上的规矩。大家彼此安心吧。
我到家了。你看，你也有没话讲的时候。顾大哥，心安了吗？此心安处是吾乡。真酸。来啦！啊，你是？大姐您好，我是平遥城万元档的掌柜。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叫上门档的花样。您家里要有什么需要当的东西，不用出远门，就在村口找一位姓古的先生就行。现银和当票都已经给您备好。这是一本唐代祖师刺血写成的《金刚经》，老衲想当50两银子，把去年着火的禅房重新再修起来。记唐人刺血《金刚经》1本，银子50两，见票支付。老方丈，您在这儿画押。探月，不打开吗？此等圣物就这么随便打开了，那岂不是玷污了它？在菩萨面前，我不敢欺心啊！大师勿疑，取银子便是。现在也没到交税的时间，再说家里有钱也不用买东西。是，您这钱要是不花呀，您有当的东西当完之后可以就手存入我们的银号，我们的银号是3分利，比平遥城内的高1分半。而且您存的东西越多，这利润就越高，童叟无欺。我想大师修葺禅院一时也花不了这么多银两，不如请人来修，把这些银子先存到万元档的银号里，买材料、请工人的费用就见票支取，生出些利息就当我们给大殿添香油的钱了。依你，都依你。东家，东家来了。东家好。都坐吧，都坐吧。啊，今天叫我来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又想搁车呀？马上就走？东家，你别取笑我们了，我们要走这事儿没了。对，这事儿就没了，随风去了。是。今天呢，我们请东家来，是想问问那个小伙子呀。我们也不知道他和东家有什么来往，可是他这么一闹啊，激起了平遥城的公愤呐。我们不能不先给东家您说一声。那个棒，他坏了规矩。这10几天，他把平遥上上下下刮了个遍，所有当铺的货都空了，全被他家吃下去。能当3两的东西，他当5两；能当5两的，他当10两啊。他后边带了个银号，给的利又高，他把平遥所有的银号啊轮流的霍霍了一遍，家家取出钱来都存到他那儿去了，闹腾的到现在啊，咱们当铺是空的，银号是空的，天底下没有这么做生意的，他实在是个害群之马。您和县太爷熟，出面管管他，要再这么闹下去，怕是真的要翻天了。这当铺盈利啊，守在一个利息，贬低押物，活当喝血吃肉，死当敲骨吸髓，这种暴利的行业你们也能干垮了？他们让利还得利，你们呢，只会让我找县太爷抓人，这不叫做生意，你们这叫看坟等死啊！东家，你不带这么夹枪带棒的说我们呀！我们要是干垮了，在这行里我们可没活路了呀！
青石板上砸黄豆，硬碰硬嗦。两文是把城里头闹了个底儿朝天。底朝天谈不上啊，只是给他捅出个窟窿。我这个谷兄弟啊，做生意那叫大将用兵。说实话，前2天我心里真虚得很。花钱租那些个仓库，里头放的都是些锅碗瓢盆，还有一堆破水缸，哎，那简直要了命了。你这个话一点没错。姓谷嘞，你倒不想想，咱老包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，万一有人把我这肩膀上的9斤半给砍了，你那1000两银子不是打水漂了吗？说实话。像鲍将军你这样啊，穿黄马褂、带腰刀的人，身价何止1000两啊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你要是殉国了，我捧着你的黄马褂和腰刀去到大帅的军营里，就算我出价2000两、3000两，大帅也得赎啊。贵得很。哎呀，你们2个小娃娃当真是了不起哟！我老包也算是见过天下英雄，不负此生了啊！哎呀，你说，咱们这么一搅和，把平遥城捅了个窟窿，你是不是就能脱困了？脱困？我的案子一天没消，我走到天边都是戴罪之身。要是能让受我牵连的人脱困，那我倒是死不足惜。哎，你别瞎说，实在不行你就跟我回北京，我爹总该有办法。李百万这3个字儿，那可不是白叫的。他认识那么多王公大臣，帮你洗脱罪名倒是不难。大不了我跪着求他。哎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和你一起做生意，那我心里是痛快的很。你要是被官府抓了，又得给你送回去了。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了解我犯了什么罪吗？现在和我走得近的人，都已经被我连累了。咱们啊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其实，我挑你整出这么多花样来，无非是想互相利用。你可以在山西立足，而我呢，可以把我想救的人给救出来，仅此而已。至于做朋友，我没这个资格。听我爹说，这些年外人袭扰，蒙古各部落动荡不安，他们争河流、争草场，抢掠子女。这么美的草原，如今却硝烟四起。老四，不行，别动我爹，别动，滚！快硬的！看到那边挖的坑了吗？看到了，那就是埋你们的地方。我们就这么几个人，你挖那么大坑干嘛？笑，笑！我这死鬼，我笑！要死了！
你是不是觉得这天下没人能管得了你了，是吗？青天白日，众目睽睽，你就打算明抢啊？你们简直连土匪都不如！王爷回来，岂能饶得了你？王爷回来，王爷回来，我就告诉他，你的货根本就没有送到，耽误军机就有可杀之罪。好，来，好汉说话一个唾沫一个坑儿。你今天要是不把我们给活埋了，你就是个乌龟王八蛋！对，停下上路！你看到那个紫红色的大岛没有？那应该是科尔沁王爷的地方，那边那个是青色的，应该是蒙西那个大汗的。你看后面那个没有顶的那个帐篷，应该就是科尔沁王爷的所在之地。那么远啊？或许还有一个办法。可以从战场直接穿过去。不行，听话。什么我听话？你听我的话才是正经。那战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乒乒乓乓的开炮，你有几个脑袋能过去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花时间绕过去？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绕过来，你就死在战场上，那不如一条虫子。整个营地就这么大，他们挖地3尺的话，很快就能知道药瓶在哪儿。既然咱们俩是一起出来的，就绝对不能死在一起。我只能赌一把了。没什么，没事。长思，现在谁是乌龟王八蛋？有呢？我那个姑兄弟和你那个闺女偷走了我2匹马。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当我3岁小孩啊！那边上百门大炮，4、5万骑兵，他们2个想去告一状，把骨头抓得红的不剩了。我现在问你，是给你个机会。你给我机会，我长思敢带着闺女和弟兄们走黑水沼，早就把命交给老天爷了。药现在没了，我看你怎么向王爷交代。妈呀！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看王爷回来是信我，还是信他们？走走走。
看老头儿，狡猾的很嘛，把货藏在马厩下面，以为我就找不到了。啊，下辈子好好求菩萨保佑，有个好命吧。